按美国的剧本走，中美将陷入战争的螺旋，中国要按自己的节奏前行。大家好，我是薛云华，欢迎收看《云华观点》。中美关系持续恶化，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，但它并不随着我们的意志而转移。我们真的要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吗？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。解放军的演习还没有结束，佩洛西刚回美国不久，又有美国议员来串访我国的台湾省，这让大家非常的气愤。然而呢，当我们复盘一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台海局势发展的魅劣的时候，忍不住有一丝的担忧，中美两国正在面临陷入战争螺旋的风险。我们知道台海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，但是这么长时间一直没能统一，背后本质还是中美问题。内因是台岛的分裂势力长期挟洋自重，以美独谋；外因是美国长期以台制华，内外勾连，导致问题非常的复杂。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突飞猛进，在美国的心里，被中国人超越是不可能忍受的。西方人迷信修昔底德陷阱理论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守成大国不能保证自己霸主地位的时候，崛起中的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有一战。因此我们看到在拜登嘴里所谓的中美竞争，其实就是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，是秉持着必有一战的思维处理两国之间的关系。近年来美国频繁对我出手，包括单方面挑起贸易战、关税战、高科技战，打香港牌、打新疆牌，还有打西藏牌等等。虽然在中国的积极斗争中，美国的这些招数都失败了，现在美国准备打台湾牌，在美国人看来，这是一张底牌，是一张王炸，是在博弈场上最后时刻的梭哈。实际上，在佩洛西串台之前，美方就已经在有计划地掏空意中的内涵。从刚开始的前政府官员串台，一步步走到现任的国会议员串台，再到非行政部门的官员串台，最后一步步走到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串台。最近美国国会还在推动所谓台湾政策法案，要大幅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，向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军援，把岛内分裂势力定位为所谓的非北约主要盟友。当我们梳理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做法，很容易得出结论，美国正在有计划地升级台海局势，绝不是很多朋友所认为的那样，解放军一出手，美国就认怂了。其实美军本来就没有打算亲自和解放军硬碰硬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胜算。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挑起代理人战争。在这里特别有必要提醒一句，在美国的想象中，美方通过支持岛内分裂势力和解放军打代理人战争，即便不能打败解放军，也要尽可能消耗中国的整体实力，打乱中国崛起的步伐。这就是美国的剧本。我们真的要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吗？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在我们身边，无论是智库还是民众，存在不同的分歧。一派认为，既然明知道美方不会回头，中国有退无可退，不如主动掀翻桌子，一举拿下台湾省，彻底解决两岸问题。另一派认为中国崛起正处在关键时期，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，通过和美国打太极拳，对内不断深化改革，一举从经济、军事、外交和国际影响力等等方面全方位超越美国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将不得不低头，岛内的分裂势力也将不得不面对现实。到那个时候，两岸问题自然会回归正轨。不得不承认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。前不久，国家发布了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》白皮书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的战略思考，其中有2点，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分享。其一，坚持和平统一依旧是我们的主基调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想掉进美国人挖的陷阱，
但与此同时，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，我们也绝不放弃非和平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，即便付出代价，也在所不惜。从逻辑上看，非和平方式是我们的底线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一步。第二，促统成为未来对台工作的主基调。白皮书第一次明确将台独民进党列为被清除的对象，并且做出了很多统一后的安排，这属于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思路，没有必要跟着分裂势力起舞，实实在在地做好两岸统一工作，这才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。最后的结论是，如果我们按照美国的剧本走，中美两国将无可避免地陷入战争螺旋，最后参战的却是岛内的分裂势力，只会让美军躲在幕后看热闹。这样的结局，我们尽可能的要避免。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前行，即便有一天不得不动武，那也必须按照中国的规矩来，绝不能让主导权掌握在美国人的手中。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，下次见。